1月20号 ，Boss Nawat 一群人去了 DSI Department， 其中也带了77位 Miss Grand 到达现场。Boss Nawat 表示，由于 Tangmo 案件有过多的地方存在疑虑，证词证据前后不一，警方说没有任何证据，就直接宣告是意外。案件的细节也一直不停的更改，其中包括尸体的状况，很多的专家证人都被排除在外，以至于让大众觉得很可疑。他们也survey了很多机构，至少98%以上的人都相信这是谋杀。在泰国社会，你必须接受动用人脉、动用权力和动用公务员威信，包括动用金钱来扭曲事实。这个案件的所有人也有可能使用了以上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和77位 Miss Grand 来到这里见 DSI 的原因。希望 DSI 可以接纳这个案件重新调查，这是一个帮助泰国社会的特殊机会。更重要的是，展示泰国的执法标准，包括警方查案的透明度，也让泰国的所有人，不管是在现在还是未来，都有信心，让他们感到司法是公平公正的。同时，也包括减少贪污，减少违反司法程序道德。因为这件事情会一直出现又出现，他们依然相信司法部的司法程序，还有 DSI 是标准化和可靠的庇护所，会公正的处理所有的案件，所以他们选择依靠 DSI。接下来 ，DSI 代表人讲了一堆官方话，就是一些关于接纳案件成为特殊案件，他们有他们需要衡量的地方，以及他们的 procedure， 我就不多解释了。接着 ，Professor Bante 告诉 DSI， 这里在座77位的 Miss Grand 已经代表了泰国的所有女生，他们都觉得已经有个女生被不公平对待3年了，所以他们才来这里索求公正。可是现在他们担心的东西是时间。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证据都会被销毁。他们担心的是没有时间限制，几时会收集证据，几时会调查，几时会给予案件编号。如果 DSI 觉得不需要时间限制，随时都可以接受案件，不能追求事实， DSI 就会让今天在座的各位非常失望。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一天这种事情会继续发生，而且不知道会发生多少次，而谁会公平对待这个事情。他也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直截了当的处理这个案件。为此 ，DSI 表示会尽快处理这个案件，大概会在3到6个月之间。接着 ，Boss Nawat 继续说了一堆证据的东西。他说很失望今天部长没有出现，如果你不来，我会再去你的办公室找你。如果还是不接受，我们就会去找总理。部长没有出现，你就让 Kun Sombun 来，告诉我 Kun Sombun 可以代表他来讲话。可是最重要的，我不是要有人来可以讲。我需要的是行动。如果你一直这样跟我讲下去，事情就不会结束。而最后 ，Boss Nawat 真的把 DSI 代表人逼到去墙角。他问能不能在1个月里面给予答复。Kun Sombun 回答了，他会收集资料，然后跟 DSI 的委员讨论，1个月里面就会让大家知道。接着 ，Dr. Dawachai 他们拿了一张照片出来，是 Tangmo 的照片，可是打了马赛克。Boss Nawat 说这是真实的照片，他必须跟死者道歉。这张照片里面呢，显示双手疑似被捆绑在后面。他们还收着很多照片没有公开，大概20多张左右。其中有一张是全身上下都有淤青的照片。这些到底有没有在案件证据里面，他不知道。另外，努湾代表在座77位来自不同省、不同区的 Miss Grand 们表示，他想告诉 DSI 他是其中一个做模拟实验的人。我想以一个女生的角度告诉你们，我们都很关注 Tangmo 的案件。他虽然已经不在了，他也许不知道。可是我希望你们能想象一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们的女儿或者是亲近的人身上，你们一定会想要保护你们所爱之人或者家人，对吗？恳求你们可以考虑一下，也希望可以快速有一个答案。这里的所有人都从不同的地方来了，就是为了这个。就算今天在座的人不是 Miss Grand， 我相信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案件，大家都把希望放在你们的身上了。记者会结束过后，部长也出现了，他说刚工作完过来的。记者的其中一个问题是，案件可能涉及别人，如果是一些大人物或者很有权力的，你怎样看待？部长表示，他们的调查原则是看证人还有真相，他们不会 bias 任何人，就根据证据，让证据自己说话。最后 Boss Nawat 也让他说句话给大众知道。部长说，对于公平性，不管是多大或者是多小的事情，如果是人民渴望的事情，就是一件大事。司法部一定会让一切变得简单明了。另外 ，lawyer 队去了法院提告那些对于 Tangmo 案件发言的专家们侵犯法院权利罪，表示他们是在藐视法庭。其中，他提告了2个主要的媒体频道，
新闻主持人、网红等等，总共有10个人左右。他提告专家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发表的言论会影响大众的情绪。这个案件也还没有到判决阶段，所以这些在媒体频道的行为会影响法院的判决。关于 Miss Grand 要求 DSI 重开案件，他表示这个举动更严重地侵犯了法院的权利，法院很有可能会本拿地他们坐牢不超过6个月。另一方面 ，Lawyer Gopal 表示，侵犯法院权利罪，你必须存在不检点行为、妨碍法庭程序或者是违反法庭命令。可是从 Kun Ajaria 他们的模拟实验中，并不能归类为违反法庭命令，因为做模拟的人不是案件里面的原告或者是被告。另外，法院也没有阻止任何人进行模拟实验，同时也没有造成法院的任何困扰。他也强调，模拟实验并没有违反法律，也不会影响法院的判决，所以并没有侵犯法院权利。另一方面，之前Sam说没有人敢来挑战他，Dr. Dawashai说不敢的人不是他，他敢。可是上个星期要模拟实验，所以没有见到面。今天他知道Sam要来法院一趟，所以他来了。他讲法院没有要召见他，他来就是为了要见Sam而已。可是很可惜，Sam没有来。之前他也在 Facebook 说了，在媒体面前，他不需要律师一直站在他旁边监督他，他也准备好见面辩论。Sam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他都 OK。他只有2个要求，Sam能做到吗？不需要带律师在旁边一直在那边说个不停。第二，把所有的真相说出来。如果 Sam ready， 他就 ready。隔天21号 ，Sam 就告诉记者，如果 Dr. Dawashai 可以讲关于任何对于案件有关联，并且帮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画面的话，他肯定答应跟对方见面。可是如果他是要来找架吵，或者是讲关于 Sam 的过去，又或者是一些没有帮助大众思考的事情， Sam 就不会见他。他也表示 Dr. Dawashai 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反正他也一直被攻击了这样久，他不怕。另外 Professor Bante 在 Facebook 上 post 了 Bang Jack 的电话被人抢的事情。事发经过是 Bang Jack 在听着耳机看新闻，突然间有2个人拿棍往他的头打下去，过程中其中一个人说了一句快点拿他的电话。重点是他们抢了旧款的 iPhone 13，也没有要拿 Bang Jack 另一家电话，同时他们也抢了900美金。原先大家都担心那个被抢掉的是 Demo 电话，可是后来证实了是 Bang Jack 自己的电话。Professor Bante 只想告诉他 Matt 已经把电话寄给他3年了，他也把资料 recover 回来了。起初没有人相信他，因为种种因素，他们不想知道这些背后的纷争，他们更想要知道那些资料是真还是假的。第一，把 Demo 的电话还有船上的 GPS 对比一下，到底有没有异样。第二，传回 Engine 的照片跟当时 GPS 的位置是一样的吗？1月22号，昆索蒂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 Dr. Dawashai 去找他，然后以科学角度解释，让他知道事实是怎样的。Dr. Dawashai 跟 Kun Ajaria 已经奋斗了很多年，可是可能因为力量不够，所以就来找他。他表示 Demo 的案件跟 Lawyer Dam 的案件没什么两样。Kun Oi 因为害怕 Lawyer Dam 会用他自身的权势去影响其他人，所以他就去找了 Kun Soti 帮忙。Kun Soti 表示他们愿意帮到现在的原因只有一个，要还他一个公道。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他是一个很疯狂的媒体人，也是一个不害怕任何事情的顽固人。可是他最害怕的就是每况愈下，因为泰国很多人都很害怕，不敢说出事实。所有 Professor Bante、Kun Ajaria、Dr. Dawashai 做的事情，他都知道，他也有参与其中。虽然这件事情他是在后面支持的，可是如果这些人有什么危险，他就会出来保护他们。虽然他很开心看到大家模拟，而且他们也是根据船上的人所说的那样做模拟实验，可是模拟实验过后，这些人突然说不是这样子的。更重要的是，当 Dr. Dawashai 被叫去当证人作证的时候， Lawyer Dasha 突然取消了他作为证人的资格，因为会造成原告跟被告的某种内部协议出问题。出什么问题耶？他也不知道，会让案件变得更加复杂。这个是 Lawyer Dasha 讲的。昆索蒂表示有太多不正常的地方，就说一个人掉进河好了，竟然去叫一个国家警察局长级别的人来处理这个案件。不管怎样都没有办法否决科学，所以现在这些人就用科学证明事实。大家也许会替 Demo 感到很伤心，如果科学证明 Demo 是溺水身亡，那就完事了。可是事实就摆在眼前，他不是溺水身亡，伤口就是尖利的武器造成的。法院没有的选择，他们必须根据呈交上去的证据来判案。所以 Kun Ajaria 他们只能把新的证据找一个渠道去呈现，或者以另一种方式去进行，
也就是以法律条文200起诉政府官员违纪行为。他也解释为什么他会那么关注 Tengmo 的案件，因为以前 Tengmo 的爸爸是他的下属，是他邀请 Tengmo 的爸爸当印刷社的经理。每次他去印刷社 ，Tengmo 爸爸就会接待他。那个时候 Tengmo 很小一只，看到他就会跑过去抱他的脚，问他要看他跳舞嘛，然后就跳给他看，非常可爱。童年时期他都是看着他长大的，直到长大成人，他们就比较分开了。他也慢慢开始出名了。当 Tengmo 还是7、8岁的时候，就感觉 Tengmo 像他的孙女一样，所以他一定要帮他找回公道。他最近都有念经给一些人，其中就有 Tengmo， 所以他希望大家能明白，因为 Tengmo 在小时候爸爸是帮他做工的，所以难免他对 Tengmo 的案件会有所牵挂。Boss Nawat 表示他跟 Tengmo 以前就认识了，几乎每一次的 Miss Grand Final 都会一起去看，大家在一起很开心，可能偶尔会聚在一起，偶尔各忙各的。有时候不同的 gang Anna 或者是别的 gang， 他们从一开始就觉得不是意外。Anna 因为别的案件现在还在监狱，他们在聊天的时候 Anna 告诉他该闭嘴了，有人叫他闭嘴，如果他自己不闭嘴，那个人就会让别人让他闭嘴。这就让 Boss Nawat 觉得所有人都得闭嘴，包括 Mo、Amina 其他人也是都要闭嘴。他也表示那些提告 Kun Ajaria 的警察是不是对社会太不公平了？哪有警察那么空闲来提告的？而且那么多专家都有相反的意见，是意外还是谋杀？他想大家都有权利。法院的判决也很清楚讲了 ，Kun Ajaria 并没有错，他们说的是有可能的。他也表示 lawyer 队说要提告他们，他说他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如果 lawyer 队他们赢了，就把 Boss Nawat 他们送进监狱；可是如果 Kun Ajaria 他们赢了，他们就会告回去。DSI 接受 Tengmo 案件里帮助找到 Tengmo 死亡的真相。我所理解的是，他们不是直接接纳 Tengmo 案件为特殊案件来调查，而是以案件是否存在某种因素而没有被妥善处理来进行调查。其中调查的2点有关于：第一，案件调查过程中是否有被扭曲事实，案件中是否存在刑事罪；第二，案件是否有局外人或者是政府官员涉及在内。而对于这件事情 ，Sam 表示这是非常好的事情，这样子 DSI 就可以扩大搜查范围。因为最近这个案件一直不停的被提起，造成无止境的混乱，外人也不知道这个故事，所以他想 DSI 顺便调查到底其中是否有人因为个人利益而制造混乱。另外，新闻主播表示，今天 Kun Ajaria 做了手术后去了法院，其中有说到做手术的时候，他梦见了 Tengmo 穿了白色衣服，笑着来找他。他告诉 Kun Ajaria 他是被一群人袭击的。Sam 表示那就100%肯定不是真的。他说如果 Tengmo 想跟 Kun Ajaria 讲话，他应该是会直接带他去那边才对，因为他制造了很多麻烦。个人的理解呢，就是他在诅咒他了。Sam 也告诉 Boss Nawat， 如果他有空闲时间的话，这么他不要直接去做一些帮助大众的事情，帮助一些孩子，给他们机会，帮助一些女生被逼卖盐这样子之类的。Boss Nawat 也有讲关于毒品的事情。Sam 告诉他，大家都是大人了，每个人都有过去，把别人的过去挖出来，并不会对社会比较好。还是讲一下到底有没有必要好了。因为 Boss Nawat 也不是昨天才刚出生，他也是有他的过去的。1月23号，他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一开始警方有让他去录口供 as 一个证人，可是突然间被取消了，他也感到很困惑。对他而言呢，他觉得如果他去给口供，这个案件就不能结束了，因为他讲的是事实。找到 Tengmo 尸体当天 ，Tengmo 是脸部朝下，双手在后，可是并没有任何东西捆绑着。他有强调溺水哦，可是就是这样双手在后面的姿势漂浮着。他认为有可能就是被绑了，然后再放开，也说他的双手维持在那种姿势，而且他的状态不像正常溺水身亡的人一样。正常溺水的应该是眼睛、鼻子会有一点出血，或者是其他什么的，可是他的肚子平坦，右眼肿胀和伤痕累累。左眼没什么，可是看到眼睛突出，可以看到黑眼球跟眼白，很肯定右眼被硬物袭击，只是不懂被什么打。舌头也凸出来很多。他也表示，溺水一般上2个眼睛关起来会是对称的。当被问到右脚内侧是不是被螺旋桨弄伤，他表示如果是的话，为什么身体其他的地方都这么的平滑？哥哥 Bin 表示，如果真的在船尾掉下去，船都开走了，人也往后被推走了，哪有机会被弄伤？他还表示 Paul 讲 Tengmo 抓了 engine 10秒，然后脚往螺旋桨那边去，对吗？螺旋桨有3片，也就是3片一起转动，这样子那个脚的伤一定是3条。可是问题不是那种伤口，是那一种各一条直线的。他认为那个人可能想着 Tengmo 掉下河被螺旋桨打到，好吧，我们就拿一把刀割开，让他看起来像是螺旋桨的伤口。可
可是那个人可能不是很聪明，应该也很赶时间，也没有想到螺旋桨的叶片不是一条直线的，所以才会造成现在这个样子。他也表示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问题是有人权力更加大，还大过法医，就让他们说是螺旋桨造成的伤口。接下来就被哥哥阻止他继续说下去了。另外，他也表示他也不害怕黑势力，因为像坤索蒂说的，真相就只有一个。起初他要把 Tengmo 的尸体带去 Damansara Rancid 的医院解剖，可是突然间接到一个大人的电话，叫他把尸体带去警察医院的法医部。当时他 try to 争论，他说是这里的警察叫他来这里的医院的，而且他已经要到了。另外一方的人呢，就直接告诉他，你只是听我一个人说的，马上把尸体带去警察医院的法医部。关于案件是否能够重启， Professor Bante 表示，第一个途径就是修改条款，不是说不能重启案件，可是现在他在讲这的是从原案件修改条款，在这个方面必须采用刑事条文163跟164。刑事条文163只能由检察官还有 Mayor 才能做，他们两方有权利在一审判决之前提交请愿书更改或者是增加控罪。如果法院批准，法院就有权命令调查案件的事实。刑事条文164如果更改了会对被告不利，就不能这么做，除非是改变犯罪基础就可以这么做。如果要通过主案件，只有2个可能性：第一，检察官可以要求更改条款，或者第二 ，DSI 可以呈交信件给检察官，让他们暂时撤诉，以便 DSI 先进行调查再做决定。可是也必须征求法院的同意才可以。以上所讲的是原案件的条规，接着是重启案件的条规。根据刑事案件诉讼法新条文5说明，如果最后宣判过后发现证人的证词是错误的，或者跟事实不符，案件可以重启；发现证据不是真的，跟事实不符，又或者出现新的且重要的证据，证明该人应该受到刑事处罚。他解释，因为这样，所以他们才会去做模拟实验，去测试是否有存在虚假证词。所有收集的东西、电话、GPS、伤口的性质和结论，如果存在撒谎，案件依然可以重启。所以有人说拿证据出来，需要看到是谁袭击 Tengmo 的影片都不是一个问题，只要能够证明任何东西是错误的，就能重启案件。他也表示那些侮辱他们的，说这个模拟实验像搞笑的，像 Grade B drama 的，是无稽之谈的，看不好他们的。有些律师说他们做的 DSI 是不会考虑接受案件甚至是调查的，现在 DSI 也开始考虑并且进行调查， which mean 他们收集的初步事实足以让 DSI 开始考虑是否要把 Tengmo 的案件列为特殊案件。他也表示这些成功不是来自一个人的力量而已，它是来自坚持不懈的大家。Kun Ajaria、Dr. Dawachai、Mr. Ik 还有很多其余的证人，还有包括最重要的是来自所有记者媒体给予的证据。他也表示 Mayor 没有联络他，只是通过节目讲话而已。他认为 Mayor 也清楚现阶段是什么状况。Mayor 是比检察官还要有权利更改案件的控诉的，可是必须要有足够的证据。如果 Mayor 不找他们，他相信 Mayor 自己本身也没有证据可以更改，他会把这件事情交托给 Mayor 的律师找证据和行动。可是这件事情他们不会插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其他渠道去进行。记者也问到，如果 DSI 到最后不接受案件的话怎么办？ Professor Bante 表示他不担心，因为现阶段他们不是只能依靠一个检察官或者是总检察官是否能够更改控诉这个东西而已。即使不更改，他们依然还有很多选择和计划可以进行，他们依然还有2个渠道还没有公布的，因为还不是时候。以前只有原告跟被告知道这些证据，至少今天 DSI 可以看到他们没有机会看到的东西。他相信部长、局长还有小组队长会恢复正义，以重新建立人民的信心还有信任。他也表示他不害怕被提告，如果他害怕的话，他就不会走到今时今日。而且每个来做这件事情的人都很清楚规则。可是大家必须知道 Kun Ajaria 被21个人告，而他也赢了这场官司，只是他们没有想到那个结果会是相反的，从而造就了今天。所以如果船上的人想告他们就会调查，也会要求他们想要看到的证据，就看到时谁受到的伤害更多。另外一方面，大家又莫名其妙的出现了。他表示他们会再次的去看回周围环境的 CCTV， 大概3-4天，因为他们会寻找新的 detail。观众问他这样子说出来不会害怕被伤害吗？他说你应该问那个伤害他的人，怕他伤害回那个人吗？如果你挑战法律，你就要用很多脑。可是如果是法律以外，如果那个人敢跟他玩，他就打回去。像他这样的人肯定会打回去的。
管是法律以内还是法律以外。他也表示 Tangmone 的案件还有被以不同的形式威胁。1月24号 DSI 代表人 Nada Pon 表示，他已经组织了调查组 on Kun Ajaria 的案件，调查 Tangmone 案件司法过程中到底是否有存在扭曲事实。今天邀请到 Kun Ajaria 他们来提供详细的资料，他们会去案发地点使用仪器检测湄南河，检测 GPS 的所有路线，以及模拟案发当天的过程，然后检查 Kun Ajaria 他们提供的资料。另外，他说这个案件已经过了3年，很多证据也许已经不见了，所以他希望所有的好市民或者是案发当时居住在湄南河附近的居民可以提供资料给他们，以助于他们可以继续寻找真相。他也表示现阶段会有新的证人，而那些来作证的证人如果是非常重要的，DSI有自己的特别措施去保护他们，以助于这些证人会比较敢去作证。因为他说他们会根据请愿人的请求先去进行调查。如果调查了有新发现，他们会重新审核原案件以及接下来应该要怎么做。另一方面 ，Boss Nawa 表示感谢所有人的帮助 ，DSI 终于开启调查案件编号。可是因为很多人非常混淆现阶段是什么状况，他解释 DSI 还没有正式接收案件，只是归类为调查案件。一开始他们会先去找证据，中途如果有什么觉得可疑的地方，他们就有权利重启案件。他也表示感谢 DSI 调查组，他们听过 DSI 他们的诉说后，也变得更加有信心了。Migrant 们也可以回归他们自己的生活。可是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还是会聚在一起。如果有任何阻碍会让 DSI 混淆或者是拖延的话，他们也会重新出现。可是不要担心 ，Kun Ajaria、Dr. Dawachai 还有 Professor Bante 会一直都在。Professor Bante 表示，今天很清楚可以知道案件调查已经成立，开会过后就会根据 procedure 进行，其中一项包括召见所有的涉及人员、各领域的专家，收集所有实验过的资料。另外，他想告诉大众，这个案件的本质是依靠证据，而这个案件最艰难的地方是已经过了3年，所以也许有很多证据已经被销毁了。在此，他希望那些知道有收集资料、有收集证据，或者是知道事实的人来找他们，以帮助大家尽快找到真相。接下来，我觉得他是要跟船上的人讲的。他强调，现阶段调查他们专注的是在政府人员是否失职，没有尽责的履行职责，跟本来的主要案件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请大家明白，不管是公共部门或者是 DSI 都好，大家都知道自己的法律权限能到哪里，所以没有必要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扭曲。另一方面，大家表示 Bang Jack 被人家打，不知道是不是纯粹是因为意外，还是有关联到 Tangmone 案件的人做的。他们可能聘请一些小混混去揍 Bang Jack 的同时销毁证据。有些人可能说 Bang Jack 不能相信的，可能是他自导自演找人打自己吧。他认为不太可能，谁会这么的疯去聘请一个人来打自己，打到头破血流还要缝针。他也表示 Bang Jack 可能储存了很多 Tangmone 的资料，可是他要小心，因为他对抗的不是普通人，而是那些有权势的人。他也建议 Bang Jack 把那些资料发布到社交媒体上面。他表示，也许下次他们会找人开枪，所以如果要开车什么的，要小心看一下会不会有炸弹，吃的东西也要小心。他也表示，有很多美国人都佩戴枪支，所以建议 Bang Jack 也佩戴出门，以防万一。他也提醒所有触碰这个案件的人都要小心。อยากหยุดวันเวลาให้ฉันและเธอไม่ต้องเจอกัน